今天一大早就出门，因为我们要去京都站坐一班直达成崎温泉的特急快车，7点32分发车的成崎1号。这班车可以直达，又快又不用换车。经过福知山，可以看到福知山城。期待已久的成崎温泉之旅。丰冈的吉祥物玄先生。纪念章收集之旅开始。这边螃蟹最有名了，到处是螃蟹装饰。车站外有个成崎温泉汤饮场。这个水是可以饮用的哦。传说有只白鹤泡了这里的温泉，恢复了健康。车站对面有游客服务中心，这里可以拿缆车的折扣券，算是个小确幸。也有文艺馆的折扣券，想去的朋友记得拿。另外还有填问券送咖啡。旅游资讯与地图不可少。接下来从头开始逛起吧。车站门口有玄武岩做的玄先生头像。真玄先生。这几个是工人。公车站也在电车站出口旁。都有。公车站旁有7大外汤之一的李子汤，还有可以免费使用的竹汤。是真的温泉水哦。旁边有家这里最知名的蛋糕，超多人推荐的鸡蛋糕，一天4次出炉时间。想说怎么没人排队，原来要线上预约购买，剩下最后一批，还好有预约到。旁边就是成崎商店街了。这边冬天最知名的特产就是螃蟹了，雪蟹也称为松叶蟹。竹轮也非常好吃。
各类海鲜干货。好干哦！好像搞给你，真的不错。红鱿鱼也有冷冻海鲜。红乌贼，这是大乌贼。大乌贼的对。海鲜与伴手礼店家很多。这应该是母松叶蟹，又称香香蟹。新鲜的海鲜冻。大家，现在还有卖乌鱼子嘞。品质好的松叶蟹并不便宜呢。发现一座小公园，蛮漂亮的，进来看看。是当地小朋友的游乐场。我家最爱腊肠狗了。给小朋友做的。有个休息室，虽然太阳很大，但温度还是很低，进来很温暖。有个复古风的城崎温泉街道地图。往前来到城崎温泉最知名的运河处，网络上的照片几乎都是这边。河里有好大只的鲤鱼。大只的鲤鱼哦。啊，继续。我们预约的旅馆在更后面。运河这段路程非常舒服。运河走到底的汤汁里通有7大外汤的一支汤，每一间外汤都有2个纪念章。这里就有柳汤与一支汤的章。有。再盖一支汤。那为什么是柳汤？里枝汤通这边很热闹。
路上有一个蛮大的神社，四所神社。先到守水社洗一下手。洗的比较多。这里供奉4位神明，所以叫四所神社。主要供奉温泉守护神汤山主神，与水的守护神中向山女神。里面还有好几个小神社。八幡宫、天满宫、道和社、很有年代感。四所神社旁就是这边最华丽的外汤——御所之汤。这里也有另一个曼陀罗汤的印章。地上有螃蟹图腾哦，日本人的小心思很厉害。穿过汤之里通，就是我们这次要住的温泉旅馆了。先来去放行李，再去玩。好有日本温泉旅馆的感觉呀！充满历史感的城崎温泉外汤地图。柜台服务先生人超好超客气。旅馆的对面就是这边知名的温泉煮蛋厂了。药师泉的出水口，温度超高的。温泉有个屁！买个3颗生鸡蛋350日元。用手机计时，温泉蛋煮11分，半熟约14，全熟20分。现场也有时钟供参考，趁煮蛋的时间来买土产包试试。当然选最知名的蛋马牛肉包与螃蟹包了。蛋马牛肉包440日元，螃蟹包540日元。超烫！这个是螃蟹包内馅不少螃蟹肉，有那个蟹丝在里面。好吃。不好吃吗？腥味有点重。很妙。包子皮真的有点软，内馅也比较松散。觉得我在吃婴儿食品。应该看起来会比较棒吧？因为它有洋葱。来看看蛋马牛肉包，第一眼是个正常的肉包了。551的那个包子，有加酱油的。对。
没意外的是个正常的包子。包子皮跟超商卖的肉包很像，软软。7的包子，牛肉包比起螃蟹包好吃不少就是。想尝试的朋友建议买牛肉包，但都不推荐就是。吃完包子，温泉蛋煮好咯。旁边有冰水可以泡一下去热。这水。再用他们的工具敲开蛋壳。这样子就可以了吧？技术不好，再来。这样。你加盐呢？他那个还没好。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？稍微煮过熟了点，大家来煮蛋要注意时间。蛋的品质很不错，味道很好。鸡蛋原味很好。太阳虽大，但室外温度不到10度，所以温泉口水蒸气超大的。贩卖部背后是个地藏王祠堂。城崎温泉缆车在药师泉旁边，怕老人家走不动，有提供拐杖。山上有观景台与一座1300年历史的温泉寺。景点介绍与缆车时刻表。不知为何很多缆车站都要先爬一段阶梯啊。这个纪念章好可爱呀。全票每人1200日元，可中途点任意下车。然后我有使用游客中心的折价券，所以是1150日元。缆车的总长不长。中途点温泉寺会先停一下。我们想先到山顶，所以没有下车。缆车不大台，承载人数不会太多。到山顶先到观景台拍照。观景台楼下有咖啡厅，可以在这里下午茶。喝个咖啡，吃个冰。咖啡欧蕾。除了抹茶外，最爱柚子口味。都可以啊。选台湾比较少见的柚子口味冰淇淋，350日元。瓶装咖啡牛奶自取结账，350日元。另外买了一杯拿铁，550日元。天气这么好，一定要做户外景观座。冰凉。可以看很远，还可以看缆车往返，很开心。
温泉区的特产玻璃瓶咖啡牛奶。1月24而已哦。这个不是要泡完温泉再来喝的吗？甜的。哇，咖啡牛奶好好喝。吃吃看橙起柚子冰淇淋，怎么吃啊？标榜天然素材哦。慢慢挖。第一口有点酸，但柚子香气很足，甜度刚好，很绵密的冰沙口感，里面有些许柚子皮，这个好吃，真是个悠闲的下午呢。咖啡厅外面有个小池塘，路边也有不少地藏王。地藏王脚边还有人放了很多小小地藏王，真可爱。下山来去温泉寺。市が誘導した雪中様式で国の重要文化財に指定されたお堂です。同じく国の重要文化財である本尊11年観音。温泉寺的木材看起来颇有历史感，斑驳的感觉超漂亮。再过来一点有大悲殿。大师山顶有多宝塔，所以这是胡拉西。这里小小的，是个很古朴的地方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回旅馆 check in。正式入住时，服务人员会详细介绍7大外汤、地理位置、服務時間。ああ、OK、了解。はい。その3番が3時から。はい。6番も3時から。はい。はい。あとこの、今日お休みのところは明日お昼1時からとなり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免费出借小篮子外出泡汤。温泉に。OK、はい、はい、了解。ありがとう。2楼可以借用浴衣，因为是冬天，还提供单钱。外套。はい。はい。で、最后再介绍一下房间。我们住的这间可以看到街景。如果这时窗外有下雪，就太完美了。来换衣服，出门逛温泉街。有好几个颜色样式可以做搭配。
来温泉乡一定要换衣服出来逛。到下午已经可以看见不少穿浴衣的游客了，真的是满满的仪式感。走着走着，经过柳汤了。也可以泡脚。今天要收集完7大外汤纪念章。墨水不太够了，还好刚刚一支汤也有柳川纪念章。运河旁下午逛起来跟早上大晴天时感觉不太一样。一个冬天萧瑟的感觉。运河的最前头处有地长汤，这里也有李治汤的纪念章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来拿预约的鸡蛋糕。新鲜出炉，直接出示手机预约单。先备着当晚餐后点心，里面附一张加热方式说明。这边有个很清楚的地图。今天李治汤休息，没有纪念章。休汤。7大外汤每天会有一家休息。还好刚刚地藏汤有李治汤的纪念章。另外李治汤通另一边是木屋町通。这里河边满满的樱花树。不知道哎。这风大到会飞消婆了。现在看不出来，但春天会超漂亮。现在只能靠自己脑补了。木屋町通走到底是曼陀罗汤。继续收集纪念章。第6个了，快收集完了。绕一圈回到药师源泉这边了，也开始下雨了。我们的旅馆有送2张温泉蛋兑换券。早知道早上就不用自己花钱买了。继续煮温泉蛋吧。煮蛋的时间到，附近把纪念章收齐。红汁汤搞定，7大外汤纪念章。时间刚好，回来收温泉蛋。煮温泉蛋这边也有个竹汤池。天气正冷又下雨，来泡个暖暖。超级烫，真是惊呼连连。那我的脚变红色的。泡一下就得抬起来散热一下。不是啊，泡久了还是会渐渐习惯的。很羞哎。真是烟雨蒙蒙呢，意外的很美。从药师泉过条街，就回到我们的旅馆鹤屋了。回忆一下外汤纪念章之旅。来去吃晚餐啦！已经准备好在等我们了。服务人员会认真的介绍所有菜色，其实听不懂也没关系，没有什么特殊规矩，懂吃就好。点火开始晚餐，超期待！这边的特产淡马牛寿喜烧，另一个重点松叶蟹，忍不住打开偷拍一下。生鱼片很新鲜，牛肉给不少，
而且肉片又厚又大。另外，兵库县这边的荞麦面也非常有名，品质非常好，螃蟹也给不少哦。对呀，当初订这家旅馆也是看它吃很好。每一餐都要表演一下。生鱼片中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炙烧煎鱼，品质真的很好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一直听闻淡马牛很好吃，这次也是特别选这家晚餐有淡马牛肉的旅馆。吃寿喜烧一定要搭配生鸡蛋蘸料。肉煮好前，先尝尝蟹肉豆腐。螃蟹豆腐比想象中好吃呢，只有一块真的太少了。好香哦！美山的白米饭好好吃哦。淡马牛就是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神户牛，风味蛮淡雅的，但口感很足。荞麦面上加入葱末，淋上酱汁，再搅拌一下。我们不懂荞麦面，但听说这边的品质是真的很好。另外加点了一份螃蟹天妇罗3.8汤，外层面衣炸得酥脆，包裹香甜蟹肉，很好吃，真恨不得连壳一起啃了。蟹钳也剥好壳了，很方便使用。他们哪个灯打开要放了？说是为了这锅来的也不为过呢。蒸烤的熟度刚刚好，不小只蟹脚也已经处理好，直接将蟹肉挖出即可。爽哦！很羞哎。最后甜点是柚子冰淇淋，试试看跟下午的柚子冰淇淋有什么不一样。整体的冰沙感更重。我的兔子，它这个感觉好像是柚子汁，然后把它冰起来，也很好吃。这餐吃得很满意。吃完晚餐回房间，没意外的床铺好了。床铺铺好了，而且配感跟配合。来去看一下鹤屋的自家汤屋。先在柜台预约使用时间，再拿钥匙进入。浴池还蛮大间的。洗完澡来去外面晃晃。走。晚上的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。御所之汤超级热门的，
隔壁的四所神社晚上也很美。汤之里通这边晚上也还有不少店家营业。夜游温泉商店街是有在这边住宿者的特权。晚上运河这边有超多住宿温泉区的游客出游。真的很美的地方，如果遇到下雪就太完美了。太冷了，来泡一下脚丫子，暖一下。依然觉得竹汤很烫。这个竹汤就在一只汤旁边，泡久了也就习惯温度了。另外最感到惊艳的是晚上的木屋町通这边，超级美的。这边大家有来的话，一定要来逛一下。在这边散步真的好享受。而且非常好拍照。不知为何都没有游客在这区，整段路我们包了，真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好好拍照片哦。玩得开心后，慢慢走回旅馆。木屋町通走到底就回到鹤屋了，然后就是养猪形成的宵夜时段。拿出今天下午预定的鸡蛋糕，打开了哦，噔噔。哦，好香哦！很好吃哎，还蛮好吃的哎。蛋糕体绵密湿润，很担心。很好吃哦。很厉害，还好有预定的。真的很厉害。调味也厉害，不会太甜，赞不绝口呢。好吃，好吃。
今天就用这个鸡蛋糕结尾啦，晚安。早安，一早第一个行程是鹤屋的早餐，简单、素雅、中规中矩。开动啦！这间旅馆2人一泊20，总费用约台币7500元，觉得很超值，推荐。温泉旅馆通常是10点前退房。还很早，散步到车站，顺便看一下早晨的城崎温泉区。太阳照了浑身，没有太阳的地方好冷。接下来要去伊根町看海喂海鸥，然后悠闲的住周屋一晚。